的中文播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木木的中文播客。今天是5月22日，周五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在上周的视频里，我介绍了关于上海的一些内容，大家看了吗？这周我去学校下课的时候，一位加拿大教授跟我说，他6月的某个周末要去上海旅行。然后周三，我们小组作业的一位韩国姐姐也跟我说，她6月底的时候要去上海1周，北京1周。我去年12月圣诞节的时候，人生第一次去北京玩。北京和上海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来形容这种感觉，但是如果同时去过这2个地方的人，应该能体会我说的感觉不同是什么意思吧。如果用人来形容的话，上海像是一个打扮得很精致的年轻女人，而北京则像是一个经历很多、很有故事感的大哥。我自己的感觉是，上海的外国人要比北京更多。北京的话，主要是在一些著名的历史景点能看到一些外国游客。但是在上海，即使是在普通的路上，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外国人。但上海和北京就是中国的全部了吗？除了上海和北京，中国还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想介绍除了上海和北京，中国其他值得去的地方。如果你已经去过上海和北京了，或者想去点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可以好好听一下这一期的内容。首先，我打算推荐一个除了上海和北京以外，中国还值得去的旅行地，然后再来介绍一下夏天和冬天中国人经常去的地方。那么首先我推荐的除了上海和北京外的旅行地就是杭州。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天上有天堂的话，那地下就有苏州和杭州。光是这句话应该就能猜到杭州有和像天堂一样的美景了吧。杭州就在上海的旁边，坐高铁的话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到，开车的话大概是需要2个小时。杭州最有名的就是西湖 West Lake， 很多景点也都在西湖附近，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，西湖都非常美。春天去的话，就能看到像这样桃红柳绿的美景。西湖的某一块地方还种满了荷花，夏天的时候去那边看荷花的人也非常多。但是和上海一样，杭州的夏天也非常非常热，尤其是7月8月的时候，白天最热的时候可能会到40多度。要去赏荷花的话，我建议是早上早一点去，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去。西湖边还有2条路，分别叫南山路和北山路。这2条路上种满了法国梧桐树。夏天的话，其实可以去这2条路上散步，走在树荫下，会凉快很多。这2条路也是很热门的夜骑路线。夜骑就是指凌晨在外面骑自行车兜风。大家知道桂花吗？桂花的花非常小，藏在树叶中间，远远看的话可能就是一棵普通的树，但是桂花其实非常非常香，即使只在房间里放1小株，整个房间都会充满桂花的香味。杭州的市花就是桂花，市花就是指代表这个城市的花。西湖边或者可以说是整个杭州都种满了桂花树。我在杭州生活了20多年，最喜欢的就是秋天的杭州，因为秋天的杭州就连空气都是桂花香的。杭州也有很多用桂花做的小点心，比如桂花糕、桂花糖等等。
小时候，我爷爷也会收集那些掉在地上的桂花，然后洗干净，用白糖腌制，做成糖桂花，之后可以和甜品搭配着一起吃。然后刚刚提到的南山路和北山路，到了秋天也是会变成一片金黄色。我特别喜欢秋天的时候在这两条路上散步，踩着地上的落叶，听着沙沙的声音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在我小时候，还有一个叫做西湖十景的说法，就是被评选出来分布在西湖附近具有代表性的10处景点。其中有一处景点叫做断桥残雪。断桥就是在西湖上的一座非常有名的桥。断就是指某一个东西从中间断开，变成了两半。那为什么叫断桥呢？如果桥从中间断开了，还能叫做桥吗？是因为下雪后，断桥上被太阳照射的那一面的雪就会比较快的融化，而没被照射到的那一边就还会留有残雪。这个时候如果从高处往下看的话，桥面就会感觉若隐若现，看起来好像断了一样，所以被称之为断桥。但现在因为全球变暖，杭州冬天下雪的次数就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即使下雪一般也只是下小雪，或者下一会儿就停了，所以这种场景也是越来越难见到了。如果去西湖玩的话，其实吃饭和购物也都很方便。有一个叫硬七七的综合购物中心，里面不仅有很多可以购物的店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店。然后西湖周围还有很多高级的酒店，这种酒店一般会在顶楼设有自助餐厅，可以一边欣赏西湖的美景，一边吃饭。然后这是我几年前在某一个酒店的自助餐厅吃饭的时候拍的照片，很好看吧？相比于上海，杭州能看到更多的自然风光，所以如果喜欢自然风光的话，我很推荐大家去杭州玩。而且因为杭州和上海也很近，所以计划旅行的时候不妨一起考虑。都知道中国非常大嘛，然后中国因为非常大，有一年四季如春的地方，也有一年比较热，或者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冷的地方。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都是四季分明的。其实春天和秋天的天气是不管去哪儿旅行都很合适嘛。那夏天和冬天中国人一般会去哪儿玩呢？首先夏天中国有很多地方的夏天其实非常热，尤其是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城市，比如重庆、福州、杭州、南昌，被称为4大火炉。这个热不只是温度高，而是那种又闷又热，就有一种让人窒息的热。所以小时候一到暑假，经常会听到有同学说，这个暑假他们家又要去哪里哪里避暑了。很多人会选择去山里，或者去气温比较低的城市，比如有中国避暑之都之称的贵阳。然后中国人冬天的出行其实主要分为2派，一派是冰雪游，也就是去一些下雪很冷的地方看雪景，玩冰上雪上运活动。一派是避寒游，也就是去一些温暖的地方躲避寒冷。生活在相对比较寒冷的城市的北方人一般偏爱避寒游，脱掉厚重的羽绒服，换上轻薄的衣服，去寻找温暖的阳光。避寒游经常去的地方有海南、云南。海南的三亚特别适合全家海滩度假，而云南的西双版纳则是可以去体验热带雨林。但是对生活在相对比较温暖的地方，看到雪就可以兴奋好久的南方人来说，为了追求新鲜感，我们更热衷于去北方体验冰雪世界。
黑龙江的哈尔滨是其中最热门的目的地。哈尔滨有一个叫冰雪大世界的地方，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巨型冰雕，那些冰雕都是每年冰雕师们用手新雕出来的。但是哈尔滨的冬天有零下20度，其实是南方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温度。在零下20度的时候，手机可能会突然关机，睫毛上也会结霜。所以如果冬天想去这些北方城市玩的话，去之前一定要准备好保暖装备。今天介绍了除了上海和北京以外，中国还值得去的一些城市。中国非常大，不同城市之间的差距也非常的大。不管是我今天提到的城市，还是你感兴趣的城市，如果有好奇的地方，都可以在留言里告诉我。其中提及最多的地方，我会专门针对这个城市，制定一个可以直接用的旅行计划，之后出一期更加详细的视频。今天也很感谢大家收听木木的中文播客。下周我会带着更有意思的内容和大家再次见面。如果有想要的主题，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。那么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